今天第一组 PK 的选手是何广智和哈哈曹。大家好，我叫何广智。大家好，我叫哈哈曹。用一句话跟观众介绍你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话呢？我去年的一年的状态就是，我是真的受伤了，我掉链子了。我选这个吧，我掉链子了。好，好，你起个这么低调的名儿，你掉链子了，哥，你掉链子了，给我玩这一套是吧？啊！两位老师现在心情如何？哎呀，我有点释然了。但是如果是你选的话，其实我又能想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了解一些广智的生活哲学，就是捏软柿子。对，我来比赛就是求稳。我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我掉链子了，这哥们儿应该是这一篇没写出来。我说那你没写出来，我就给你送走。想着扮猪吃老虎呢，我想着一般的高手他不会挑一个看上去这么弱的标签，但如果是广智的话就不一定了。哎，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这就命运的安排了。是，既然事已至此了，就我们哥俩就好好的给他们奉献一场，就是有强度的表演，有强度的太极互啄吧，有强度的两个大太极互啄，你看上成熟的菜鸡了，我们成熟的太极互啄。掌声欢迎何广智。何广智。谢谢，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20多朋友们你们好啊！哎呀，谢谢，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知道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聒噪，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1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呀，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匪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3个进球，2个助攻，1根韧带。可以了。巨匪前韧带，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巨排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个韧带就应该叫前任。受伤的方式也很像，疑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也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就看看骨灰撒哪儿吧。
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儿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3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咱也不用羡慕，他们3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3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生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时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拐，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要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乖乖！这个简单粗暴。买拐悖论哈，好在有美团闪购哈，30分钟就给我送到了。先生，您的拐啊，我的拐。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1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伤了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当然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是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像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
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儿的一声，然后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咱们这现在。给了，应该给了4等吧？4等。谢谢广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来现场的各位朋友，不要忘了手中的投票器，倒计时，2、1，好，再次谢谢广智的表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广智有新名了，这个段子之后，之前是带刺的玫瑰哈，以后见面我的乖乖。大老师刚才拍灯的点是活着，对，因为一直都很棒嘛。从前任开始的时候就想拍了，后来前任忍住了，然后后来拍了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酷，因为我也就是那个叫伤过，对，伤过。以前玩滑板的时候都是伤过，所以这个特别有共鸣啊。哦。我以前玩滑板也是，梆的一下，那个整个那个脚不是崴了吗？就是脚崴了之后，对。旁边有一个哥们儿，他女朋友是那个刚学护士，然后过来就摁，说哎这样疼吗？这样疼吗？我说不疼啊。我说为什么？说因为我崴的是另外一只啊。一直过来就崴，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广智特别神，一般人吧看不见太近的东西。比如说自个儿一崴了之后，段子炸裂的声音，他就一下就能看见很近的东西。是的，感觉广智是那种能看见自个儿眼睫毛的人。视力好，去体检视力确实特别好，确实也是。哎，春乖乖那块到了吧？到了，因为我非常投入在他的这个段子里面，而且广智是活在我的那个荧幕前的人，我今天总算见到活人了。我之前是在屏幕上看嘛，然后我今天现场感受，我觉得确实非常有魅力，而且我觉得广智是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怎么说，就是从容自如，是吧？就是那种出梗的那感觉特别的从容顺啊。最后那个炸响，那是梗响的那一刻我拍的，我是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广智回来了，而且更厉害了。谢谢。因为开场的选手是最难的，非常难，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他顶了这么大的压力出来做一个开场秀，然后能有这样的表现，还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我觉得表演上还不是你最好的状态，我感觉还可以更好，还能更好。对，然后脚本是无敌的，跟鲁豫老师感受一样，就他创作上回归了。因为我只是有一些过滤啊，一直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智脱离生活就演不了。大家其实喜欢广智的人都很揪心，他被认为是中国叫什么传统脱口秀、穷鬼脱口秀赛道的天花板。这都是谁封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穷鬼，都什么玩意儿？是网友说的，对。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富裕了，在小红书上经常还能有人偷拍到他坐头等舱之类的啊。卢老师，你刷这么多小红书，这都能刷到就有一个问题，就他讲他原来穷鬼的段子很真诚，但一个人坐了头等舱以后再讲穷鬼脱口秀，这个艺术家就会出问题，就很不真诚。所以网上网友说什么又希望他过得好，又希望他还能够有好的创作，又怕他做落虎。希望广智以后出差都骑独轮车过去，好吗？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讲的跟穷鬼脱口秀无关，但是还是非常牛。是的。广智，你为什么选这段？这确实是我去年1年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事儿。其次就是如果再不讲这一段的话，就快好了这个脚。海源老师觉得广智这段表现怎么样？因为广智在受伤的这一场我也是同场的球员。对，因为我们这个水平的人就是适合我们这种水平的一起贴。但我觉得就是广智今天那个表演的节奏特别稳然后以及他对素材的挖掘和掌控，就是整个事情的几乎每一个细节他都能写出很细致的好笑的东西，这是广智他创作力比其他很多演员强大很多的地方，特别厉害。不敢。
再次感谢，这是我们脱口秀回答的朋友第2季的开场选手，就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表演。谢谢广智，我们将会在2组演员全部表演结束之后，再给大家揭晓结果。广智在等待区稍事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选手，大家也很熟悉，脱口秀圈里面 rap 最好的，说唱圈里面脱口秀最好的，掌声欢迎哈哈草！大家好，我是哈哈茶。大家好。很高兴能回到这个舞台啊！说实话，去年的比赛比的也还坎坷，但是好在有坎坷就有回甘。我去年不是第1期就讲自己搞说唱嘛，今年早些时候呀，新说唱那个节目组找过来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肯定去。我说我当时来这就是为了去那。那么既然今天又回到了这里呢，聪明的观众应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了。我缓了好久，我才想明白，他们把我喊过去，就是把我当调哥搞了。我说我都准备了3个月的阿卡贝拉了，怎么临时让我加一段跟脱口秀有关的搞笑的那个说唱？我当时还想着，那对我还挺上心，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信心满满，我来上海海选就2天，我带了4条内裤来的。我想着肯定要多待一会儿嘛。今年4月9号来的上海，住到官方指定的那个大酒店里面，加上我那酒店一共关了270个 rapper。我那天看到他们以后，我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我只有在这个舞台才像个 rapper。我当时被那270人就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露怯，他们那个样子都像那种小学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呀！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哎呦，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2次参加高考了。他说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吗？我说没有，我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高考。无意间的一句聊天呀，哎，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意思，哟，还是位学士，他说我。等得好晚了，夜里了，终于到我了。当时就一堆人站得跟兵马俑一样，等着导师过来参观我。当时听了几个人，我就有点怕了，因为有些人唱的挺厉害的，都没拿到链子。我那临时准备那个词真的很不适合放在那里唱。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
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啊，黄涛应该听不懂。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就唱这里，就黄子思就跟我握手了。他跟我说：“你这东西听几遍我也会唱了。”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那你学的还挺快的啊。”后面他才跟我解释说：“你这个 flow 太简单了。”他就去考核别人了。他这么一走，当时一看表，4月10号是我32岁的生日。我那下好难过，我在想我在干嘛？我都32岁了，我为了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我带了4条内裤跑到上海来，大半夜的在这郊区里面鬼喊鬼叫的，我准备了2个月的词，我就唱了4句。我在干嘛？我讲脱口秀蛮好的，我还是个太子，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仗还没打就把我献祭了，真的。我当时真的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我就开始幻想一个不存在的现实，黄子韬莫名其妙的过来听我接着唱。我给他唱完以后，他说：“兄弟，你刚刚就该唱这个。”然后把链子往我身上一挂，我说：“hold了。”然后我再拿这个链子走到另外一个兄弟面前，我说：“哥们儿，你刚刚唱了3次零失误，你比我更值得这根链子。这个链子不是黄子韬给你的，也不是我哈哈曹给你的 ，bro。这个链子是中文 hip hop 给你的。”当时在场的270个 rapper 一听这么 hip hop， 然后冲过来抱着我，把我抛向高空 ，hip hop hip hop hip hop。我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醒的嘞？是后面那个导演组发出一声这个声音说，第2组考核全部结束，请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河畔，嗨，但是我手机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求那个导演把手机还给我。他说：“哈，曹老师，我会把手机给你，你就跑了吧。”他一下读穿了我，我只能跟他装可怜。我说：“我今天32岁生日，你可以去查我身份证。”我32岁了，我10几个小时没跟我老婆孩子联系了。我一个父亲，我想拿着手机回一下祝福短信，我想看一下我女儿照片。哎，真的卖惨还是有用的。他把手机还给我，凌晨3点的样子，我逃出了那个园区。接我的那个司机还说：“哇，你们这里面好热闹，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喊。”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真的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条内裤。我后面第2天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2天的8点钟，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真的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阿卡贝拉。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就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得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得足够快，快得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说我说我这整天看太委屈，唱着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到那个新说唱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9点的时候，我躺在家里面啊，我老婆刚刚送孩子去托班，送完看着我吓一跳，她说：“哎，你不是在上海吗？”哦，我看着我老婆眼泪就下来了，我抱着她说：“我说老婆，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她拍了拍我的背，她跟我说：“生日快乐。”她说：“你回来也挺好的，我给你订个蛋糕吧，反正中文说唱的蛋糕你也吃不到了。”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强哈哈曹，谢谢大家。
现场的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投票，倒计时，2、1，锁票。好，再次感谢哈草。哈草，你为什么想说这段？你看今天几号，张老师？这才1个月，我消化不了这件事情，我难受了好久。我1个月也没有喊人 bro 了。我朋友说啊，最近我录音棚也不想去了，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就是把我当调哥搞了。能够让时间倒转，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因为他这事儿我跟我说过，我们正好录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咱俩还聊这事儿呢。哎，你要是评委，你当过？我去年当过，我去年正好是录这个节目，跟咱们节目，然后跟那个说唱节目，这个节目叫 The Show Must Go On 嘛，那个节目叫 The Show Must Hold On 嘛，就是一直在 hold on， 也不 hold 哪儿呢。然后那个，如果你会给链子吗？我给啊，我还跟他说来着，我说这我能不给吗？我太喜欢这个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黄子韬，所以是黄子韬听不懂。也不是黄，这话是你说的，不是，I'm a， 你才是 rapper， 你是最 rapper 好吗？哇塞，你太 rap 了，不是，我说的是可能，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听 flow 特别多一些哈，然后这个中间那个梗那个点没听懂，我以为他认识我啊。他根本不认识我，那一下我就觉得我很傻，你知道吧？但是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那个，对。之前你跟我说完之后，我还在想，我还想跟你说呢。我说你应该上去先调侃他2句，说我手里有麦克风，你是徐阳老公什么类似这样。看到我你就蹦蹦蹦，然后比如说黄子韬他特别可爱，他需要别人跟他那个互动，强互动，你知道吧？强互动特别好玩。对，我在那根本没有办法幽默，我在那真的好紧张，真的那270个人很吓人的。头一天我就被他们吓到了，因为第2天要准备阿卡贝拉，他们的手一直搓，然后真的吧？盯着你看，真的，我很害怕，我真的腿肚子抽筋，我站在那坑里面。哎，春春，就是刚才打动你的是什么？首先就是我对那个长沙的那个口音是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的，就塑料有点塑料的普通话。no。对，然后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另外我觉得他就是像在我身边给我讲一个笑话的一个朋友，特别的亲近。我喜欢他，然后他带给了我很多的欢乐，所以我会为他拍灯。还有他刚才整个那一段就像一个说唱梦这个电影，然后里面他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他说到我本来都准备好了，我要那个补刀一句，说怎么都没有人教那个什么，我就不教手机，说但是没有出头鸟，他中间没有一个再多一句废话，对，没有废话，他直接说对呀，凭什么？他那个对呀是假定前边已经说了，所以他这个一点废话都没有。这个脚本是高度精炼过的。会听，是。他那个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崔健写歌词有一句话说把那只手也给我，应该是《时代的晚上》那个歌词啊。他那个意思，他没有说先把一个手给我，再把那只手也给我，他直接上来就说把那只手也给我，意思是这只手我已经拿在手里了。对。他说那个对呀的时候，跟那个精炼提纯的程度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听过哈潮最好的一次。至于没拍灯的原因是，不，虽然你们说可以喜欢都拍，但我自己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所以，比如我听他们俩的时候，整体上我觉得广智的略胜一筹，所以我拍不拍灯，我看了一眼，3位老师都拍了，我觉得3个灯是我心里觉得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没拍。如果他们3位但凡有1位没拍，我是100%会拍。好嘞，在此掌声送给哈嫂。同时，我们也请广智回到台中。到了要公布结果的时候了。从票友团的手里面得到的票数，广智40，哈哈曹30。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何广智292票，哈哈曹244票，
有人拍吗？有人拍吗？等等等，主力可能会给他拍灯。恭喜广智进入到晋级区。我先过去看一个，这吧。有点羞愧。我说实话，第一，首先我毕竟也比了很多年了，而且呢，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票数多少有点虚高啊，占了一个开场的优势，大家对开场会有一些鼓励票在。很遗憾，哈曹待定区。不好意思啊，你说一个习惯。待定区，待定区。